沧海传庄二最后对父亲说的话，才明白他为啥说第三人是东夏女王。古装传奇剧《沧海传》正在央视8套晚间黄金剧场热播，优酷同步开播。该剧由郑晓龙任总导演，肖战、张婧仪、周琦、黄觉领衔主演，钟汉良、陈妍希、张国强、乔振宇、田小杰、沙宝亮等参演。剧情已临近大结局，皮金侯在儿子庄二的一番慷慨陈词后坦然赴死。从庄二对父亲最后说的话里，不难看出沧海真的看错了庄二，他对庄二有愧疚之情，觉得自己是在利用庄二。殊不知庄二才是那个最自私最歹毒的人，表面扮猪吃老虎，其实他又何尝不时时刻刻在利用沧海。沧海履行了他们之间的约定，扳倒蒋襄和庄大木子，让庄二的母亲入祠堂进族谱，要庄二受皮金侯器重，做庄家的继承人。可以说沧海答应庄二的都做到了，而庄二又为沧海做了些什么？明知道自己的父亲灭了沧海全家，还舔着脸要沧海放过皮金侯。好吧，这些全当他们父子情深，全当他孝顺，但他却背信弃义，欺骗沧海说第三人是东夏女王，这更暴露了他的自私和歹毒。真的不愧是皮金侯的儿子，妥妥的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全然忘了，如果没有沧海，他还是那个已经被父亲忘记、被世人唾骂的文寇子弟。接下来他所做的更加说明庄二心机深沉，是一个城府极深而又极其歹毒的人。皮金侯越狱，沧海为了他的安全让他离开京城，他没有听从沧海的建议，而是独自跑回京城，将跟随父亲多年的旧部全部清除。因为他明白一旦跑了，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只有和父亲对着干才能有一线生机。他对皮金侯所说的话也让人瞬间明白他为啥要对沧海说第三个人是东夏女王了。他劝皮金侯不要负隅顽抗，只有投降一条出路，还话里话外地引导皮金侯，意思就是只有皮金侯死了才能保他活下来，并且保住庄家不被灭九族，还发誓自己一定会振兴庄家。这明显是要皮金侯成全自己啊。于是一点就透的皮金侯慷慨死在他的刀下，真的不愧是侯爷之子，为了自己连亲生父亲都可以牺牲。之前他没机会接触到权力，现在尝到了权力的快乐，怎么能轻易放手？这也让人瞬间明白了他为啥要把沧海的第三个仇人引向东夏女王。跟沧海说这件事的时候，正逢他刚考上武状元，他相信以沧海的能力一定会对东夏女王有所行动，到时大庸和东夏势必会有一场恶战，只有两国打起来，他这个武状元才能有用武之地，说不定皇帝还会重新启用皮金侯，到时候庄家在他手里就真的复兴了。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盘都被蒋襄破坏了。如果还有续集，庄二一定会成为沧海最大的敌人。可惜心思缜密的沧海还拿他当小白，以为是自己。《沧海传》第27、28集，虽然肖战发抖音解锁工部侍郎沧海这条消息上了平台的热榜，但是我认为呢，在这2集中最能引起人们悬念的还是这个蒙面人。在第28集中，这个蒙面人已经长时间的出现了。这个蒙面人究竟是谁呢？咱还用咱们的传统文化来给他预测一下。我昨天分享那个视频，总结了剧中人对应的八卦。我看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问这个蒙面人究竟是谁。我给个别网友做了回复，请看我回复的截屏。我这个结果准不准我不敢保证啊。孔圣人利用易经预测，准确率才达到70%，更何况我这个民间人士呢？但是我预测的方法可是另外一位先贤流传下来的，他留下来这个方法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但是我一旦提到他写的一首诗，我想很多年轻人都知道。一去2、3里，烟村4、5家，亭台6、7座，8、9、10枝花。
这首诗是北宋时候的邵雍写的，而我这个预测方法呢，也是邵雍留下来的。像遇到预测这个面具人是谁这个问题呢，是怎么预测的呢？就把面具人这3个字分成2组，第一个是面，第二个是具人，然后说他的笔法。提到说笔法，社会上有一些非常矮板的方法，有的说是用繁体字，有的说是用简体字，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随便的事，甚至你写了连笔字就可以用你的简笔来说笔法。如果你强求用哪种方法，这说明你书读的不精，不符合美法艺术的精髓。这3个字的笔法，我就用现在简体中文的笔法来说。面是9法，巨人2个字合起来也是9法，得出这个笔法数，就是咱得到的数。已经有8卦，乾一对日，离3震4，凶5坎6，艮7坤8。那9呢比8多一会儿，它应该还从乾一开始。所以呢，说得到这个卦，上卦下卦都是乾。这乾呢可以代表很多东西，代表天，代表富，代表龙，代表马，当然也代表官吏。那今天这是预测官场的事儿，肯定这个钱呢就代表官吏了。了解预测的朋友都知道，钱一出现就是正职，对一个部来说就是部长，对一个局来说就是局长，对一个公司来说就是董事长或总经理，总是它代表正职。这剧中的正职有好几个呀，除了皇上之外，还有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等。那是哪个正职才更合适一些呢？因为这个乾卦呀是乾上乾下，等于官上之官，也就是管官的官，所以我判断他应该是吏部尚书。其实喜欢木工那个皇上也很符合这个卦理，但是虽然符合卦理而不符合情理，所以我还是把宝压在吏部尚书身上。现在这个剧情还没有揭晓，如果揭晓之后我判断正确了，请朋友为咱们的传统文化点个赞。如果我判断错误了，朋友们尽管喷我，全当是给我的一次鼓励。不管朋友们对我态度如何，我会一如既往地把《藏海传》追下去，把《藏海传》里面包含的传统文化的感给它揭示出来，分享给朋友们。藏海传到底是不是《琅琊榜 2.0》？咱们今天聊一聊。很多人一看藏海传就立刻想到《琅琊榜》，对吧？主角被灭门，隐忍多年，回归朝堂，展开复仇，都是以智取胜的一个权谋剧嘛。我的观点非常简单，藏海传不是《琅琊榜》的 2.0， 它不是模仿，不是复制，它是升级。这个不是啊，并不是说它不如，而是它更狠、更真，而且也更难。首先从制作层面来看啊，《琅琊榜》更像是一个工笔画，讲究对称仪式感的贵族气息，仙气飘飘。《藏海传》呢是更加的冷峻压抑现实，它不追求美，而是追求沉浸感，甚至有点工地风的那种压迫感，但并不是说它不美啊，讲究的是整个的故事的内核。然后就是主角设定，梅长苏呢当然是天才，对吧？有盟友，有底牌，但是藏海呢，它更像是一个工具人形的一个复仇者，靠堪舆营造啊、图纸工程啊等一步一步的搏命逆袭嘛。他不是天降主角，而是靠技能和耐力从泥地里爬出来的一个人。这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他不是注定会赢，而是每走一步都必须自证价值，他才能活得下去。而剧集背后的现实质感呢也非常强。琅琊榜是权谋的象棋局啊，每个人都像棋子一样的精准落位。藏海传呢，更像是一个信息混乱啊、规则失效的这么一个迷宫里找出路，甚至反向破解的这个迷宫。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坏人，而是整个权力系统的这种压制。所以说啊，藏海传它不仅仅是一个权谋剧啊，而是带着现代职场隐喻的现实主义叙事。它不是轻功对决，而是测绘图纸与信息掌控的这种战斗。所以如果琅琊榜是英雄的理想国，那藏海传呢，它就是普通人靠本事撕开生路的生存图鉴。所以呢，两部剧都非常值得一看，但也真的不是一回事儿。这两天我看很多看过琅琊榜的
这些影迷都跑去纷纷的回顾《琅琊榜》。哎呀，说实话，说来这个剧也10年了啊，2015年嘛，当时出来真的是一炮而响，因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质感的古装剧，而且胡歌当年的那个形象，这个演员自己本人的经历和梅长苏的经历有很多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又赋予了这个角色一层神秘的这种质感，所以大家当年对那个剧真的是赞口不绝。但我认为呢，不要再拿当年的《琅琊榜》和现在的《藏海传》做对比了，时代不一样，然后观众的年龄也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当下的环境里还能拍出一部《藏海传》这样的剧，真的是主创良苦用心。而且这两部剧从各个维度上，看似表面有一些重合，但实际上它的内核是不太相同的。大家同意吗？祝各位朋友端午安康，拜拜。